Hello， 大家好，我是不随着股市只真心分享价值的 Kevin。你们最近都好吗？有没有持续的在学习投资理财呢？那这期影片我要跟你分享的是美债券 ETF 在7月份的规模推荐以及配息绩效榜。那忠实的观众都知道 Kevin 原本有一个7万多订阅的 YouTube 频道，那个频道的话呢，现在在 YouTube 上面已经找不到了。那我会在影片的最后呢，跟大家分享为什么我的 YouTube 频道现在找不到了，以及我现在的应对方法，还有未来频道的营运方针。如果你是我的忠实粉丝，想要持续从我这边获得有用的投资知识的话，那你一定要看到最后哦。好，那我们先看美国的最新的经济数据。首先我们看到的是美国核心消费者价格指数 Core CPI。那 Core CPI 呢，它的最新公布值是在2024年的8月14号，它的公布值呢是来到了 3.2%， 比前值 3.3% 还要下降了 0.1%。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趋势 Core CPI 呢，它从今年以来基本上它的趋势就是持续的往下降。那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趋势，就代表美国的通货膨胀呢是有持续下降的一个状况哦。那美国的通货膨胀有持续下降，那对降息的决策就会有起到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正效益哦。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美国利率期货交易市场，在我拍片的当下，它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消息。那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利率期货交易市场预期在2024年12月18号的时候呢，美国的基准利率有 44.3% 的几率呢，会来到 4.25% 到 4.5%。那在我拍片的当下，2024年的8月21号，美国的基准利率是 5.25% 到 5.5%， 也就代表说现在市场上的投资人预期美联储到今年年底的时候呢，会降息1%哦。那1%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降息幅度哦，也就代表说未来3次的会议呢，平均每一次都至少要降息1码到2码，也就是 0.25% 到 0.5% 之间哦。那从这个表格我们可以看到，在2024年9月18号，也就是1个月后的 FOMC 会议，我们可以发现到现在市场上的投资人都预期联准会最少都应该要降息1码，也就是 0.25%， 那基准利率就会来到 5% 到 5.25% 之间。那有非常高的几率，大概有 30% 的几率呢，市场上的投资人认为联准会在9月份的时候呢，应该要降息2码，也就是 0.5% 哦。那降息预期的陡升，那就让我们这些债券的投资人非常的兴奋很兴奋，你知道吗？那我们等了非常久的美债券 ETF 赚那一种降息所产生的价差的这个机会越来越明朗了。那大家如果要布局的话呢，现在会是一个不错的时机点哦。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介绍美债券 ETF 在7月份的净值规模以及推荐排名。那我们先看上面的部分，上面的话呢就是美国债券 ETF， 那我将他们的规模排名、他们的代号以及基金的名称我都放在左边这3栏。那原本美债 ETF 在6月份的时候呢还有18档，但是7月份的时候呢只剩下了17档，因为有一档 ETF 它已经下市了。那下市的话呢，我就已经把它从这边给移除了。那再来我们看右边，可以看到净值规模的比较。那7月31号的时候呢，元大美债20年期的 ETF 00679B， 它的净值规模已经来到了2493亿台币是美债券 ETF 当中呢唯一一个净值规模破2000亿台币的 ETF 哦。那另外一档 00687B 的国泰20年期的美债 ETF， 它的净值规模也来到了1796亿。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净值规模月增。那你可以看到净值规模月增的前3名分别是元大美债20年期 ETF， 以及国泰20年期的美债 ETF， 还有中信美国公债20年期的 ETF。那这3档 ETF 呢都是属于长天期的美债 ETF 哦。那我们再往下看，你可以发现到这17档美债 ETF， 他们在7月份的时候呢，他们的净值规模的月增
基本上都是属于正值的，也就表示说呢，美债 ETF 基本上他们在7月份的时候呢，表现应该都不会太差哦。接下来我们来看右边这一栏，可以看到受益人数，那受益人数最多的是 00679B 的元大美债20年期 ETF， 它的受益人数来到了344685人，那它的月增在7月份的月增也来到了10611人，是美债 ETF 当中呢月增人数最多的。光 00679B 这档 ETF， 它在7月份的受益人数的增量就已经占了所有美债 ETF 的增量的一半以上咯。好，那我们从受益人数这个表格当中呢，我们也发现到了一个趋势，那就是虽然在7月31号受益人数的第3多的是 00931B 的统一美债20年期的 ETF， 它的受益人数是来到了68305人。但是这一档 ETF， 如果大家有持续的关注美债券 ETF 的话，那就是呢，它今年到现在为止已经有连续4到5个月，它的受益人数是持续下降的一个趋势哦。那从这个表格当中，你也可以发现到，它在7月份的时候呢，它的月增人数是下降了1075人，是美债 ETF 当中呢下降最多的一档 ETF 哦。那之前 Kevin 就有询问观众就表示说00931B 的统一美债20年期 ETF 它的配息真的是太差了，所以呢，他们才不想要去投资这档 ETF。那你的看法是如何呢？也欢迎你在下方留言跟我分享你的见解哦。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公司债券 ETF 的规模排名。那这边要跟大家提醒的就是，我这边的排名的话呢，是不包含新兴市场以及中国市场的公司债券 ETF 哦。好，那我们从这个表格当中可以发现到，有6档公司债券 ETF， 他们的净值规模已经破1000亿了。那其中呢，净值规模最高的是 00937B 的群益 ESG 头等债20加 ETF， 它的净值规模在7月31号的时候呢，已经来到了1980亿台币。那我相信呢，它在8月份的时候呢，破2000亿台币是没有问题的。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7月份的月增也是增加了2300亿台币哦。那我们往下滑可以发现到几档 ETF， 我在它旁边有放一个奶瓶的一个图案，那这个就表示这几档 ETF 呢，它是在2024年的时候呢才挂牌上市的，分别是 00948B 的中信优息投资级债 ETF， 还有 00942B 的台新美 A 公司债20加 ETF，以及 00950B 的凯基 A 级公司债 ETF， 还有 00945B 的凯基美国非头等债 ETF。 那这4档 ETF 呢，都是属于2024年的时候才挂牌上市的 ETF 哦。那其中有一档 ETF 是 00950B 的凯基 A 级公司债 ETF， 它是在7月1号的时候挂牌上市。那它的光7月份呢，它的资产规模就增加了55亿。那这个表现的话呢，我觉得还算是可以接受的哦。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右边的受益人数，那受益人数最多的是 00937B 的群益 ESG 头等债20加 ETF， 它的受益人数是来到了309483人。那在7月份的月增人数呢，也来到了12758人，是非常夯的一个状况哦。那在7月份月增人数最多的第2名则是 00950B 的凯基 A 级公司债 ETF。 那我们刚刚已经有提到了，这档 ETF 是在7月1号的时候呢挂牌上市的，所以呢它在7月份的时候呢，它的受益人数就是上升的非常的多，代表说这档 ETF 呢刚挂牌上市呢就受到了蛮多投资人的关注哦。那 Kevin 从这个表格当中也发现到了一档 ETF 00933B 的国泰10Y 加金融债 ETF， 虽然它的受益人数在7月份的时候呢是排到了第2名，但是呢它的月增人数呢却只有1898人，它的月增人数的话呢其实已经有慢慢消退的一个状况，也就表示说呢这档 ETF它的一个热门期其实已经快要结束了，投资人的话呢其实已经开始去关注其他的 ETF 咯。好，那这个表格呢我们滑到最下面，你可以发现到一个惊叹号，那这个惊叹号呢是警示这一档 ETF 呢它可能会面临下市的一个风险。那档 ETF 就是 00790B 的富华次顺位金融债 ETF， 它的净值规模现在只剩下1亿台币左右，那这个是非常有机会会面临下市的风险哦。那这个部分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哦。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美债券 ETF 在7月份的绩效配息排名。那依旧呢，我们先看美国公债 ETF。那美国公债 ETF 他们的月绩效排名、代号以及基金名称我都放在左边这一边。那市价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每一股 ETF 基本上只要50块钱以内就可以购买到了。然后呢，接下来我们来看内扣费用。那内扣费用的话呢，是2023年的全年度的内扣费用。那我们可以发现到 00931B 的统一美债20年期的 ETF， 它是没有内扣费用的，因为它在2023年的时候呢，才刚挂牌上市，是没有整年度的内扣费用，所以我这边的话呢，就没有把它列入统计哦。好，那右边的话呢，是存续期间。如果你想要赚取降息所产生的价差的话，那你寻找那一种存续期间比较长的 ETF 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存续期间越长的话呢，就代表这档 ETF 它对利率是更加的敏感，那降息的时候呢，就可以产生更大的价差的空间哦。好，那接下来右边的话呢，是属于近4季的配息的金额，还有近4季的殖利率。那大家如果想要领比较高的利息的话呢，可以看这个表格。好，那右边的两栏就是月含息的绩效以及年含息的绩效。那你可以发现到月含息绩效的前2名是属于中期的美债 ETF， 分别是 00695B 的富邦美债7到10年的 ETF， 以及 00697B 的元大美债7到10年的 ETF。 这两档 ETF 呢，在7月份的表现是最佳的优异。那接下来的话呢，就是属于长天期的债券 ETF， 那最后的话呢，则是属于短天期的债券 ETF。 那会发生这种状况，主要就是因为7月份的时候呢，市场上的投资人开始有反转的一个状况。因为原本7月初的时候呢，投资人还认为今年可能只会降息 0.5%， 但是到7月底的时候呢，投资人开始逐渐的预期会降息 1%。 那这段过程当中呢，其实市场上的投资人就是非常的纠结，那就使得长天期的美债 ETF 跟短天期的美债 ETF 他们的绩效差距其实就没有相差太大，那就使得中期的 ETF 像是富邦美债7到10年 ETF 以及元大美债7到10年的 ETF， 他们在7月份的表现就超过了长天期的美债 ETF 以及短天期的美债 ETF 哦。那综合年绩效的表现，那依旧是属于短天期的美债 ETF 表现是最佳的优异，他们平均的表现都是有来到 9% 的一个报酬率哦。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公司债券 ETF 在7月份的月绩效的排名。那一样，左边3栏的话呢，分别是月绩效的排名，还有他们的代号以及他们的基金的名称。那我们可以发现到公司债券 ETF 在7月份的月绩效排名前几名全部都是属于金融债券以及银行债券 ETF， 那后面的话呢，则是属于公司债券 ETF 哦。那 Kevin 的猜测就是在7月底到8月初的时候呢，大家一定有发现到有一个声音变得非常的明显，那就是大家开始预期美国呢，在未来的短时间之内可能会面临经济衰退。那经济衰退如果到来的话呢，金融债券 ETF 相对于公司债券 ETF， 他们的违约几率就比较低，所以呢，我觉得是因为这个原因呢，所以使得投资人呢更愿意去投资金融债券 ETF 哦，所以使得金融债券 ETF 在7月份的一个整体的月绩效呢，比公司债券 ETF 还要优异哦。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右边这一栏。那右边这一栏的话呢，则是市价。那市价的话呢，一样就是50块钱左右就可以买入。那内扣费用依旧是2023年整年度的内扣费用。那存续期间我也列在右边这一边，那大家可以自行前去参考。那近4季的累计配息这边的话呢，我有放上一个图案，那个图案就是一个月的图案。那这个月的图案呢，就表示这一档 ETF 它是属于一档月配息的 ETF。那你可以发现到，在这个表格当中呢，总共有6个月的图案，也就表示说呢，现在公司债券 ETF 啊，总共有6档 ETF 都是属于月配息的公司债券 ETF 哦。那其中呢，就有4档 ETF 是属于今年才挂牌上市的，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到，现在的投信啊，真的是非常的对症下药啊，因为知道我们投资人非常喜欢月配息的 ETF， 所以呢，现在发行的 ETF 啊，基本上都是属于月配息的债券 ETF。这样之后，如果大家对月配息的债券 ETF 有兴趣，那就有更多的选择可以去进行挑选咯。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近4季的累积的殖利率表现。那近4季累积殖利率表现最优异的就是 00725B 的国泰投资级公司债 ETF， 它的近4季的殖利率表现
现是来到了 6.2%。好，那右边就是月含息绩效以及年含息绩效。那我从年含息绩效当中，我发现到前3名全部都是属于非头等债 ETF， 他们的平均绩效是来到了 10% 的年含息绩效哦。那主要就是因为今年到现在为止，美联储依旧还没有降息，但是呢，非头等债 ETF 在没有降息的时候呢，它依旧可以提供非常优异的一个殖利率，而且呢，他们的一个存续期间也非常的短，基本上都是2年以内，也就表示说呢，非头等债 ETF 在今年以来啊，他们受到利率波动的影响是比较小的，而且呢，他们又配发比较高的利息，就使得非头等债 ETF 啊，在今年的表现到现在为止的话呢，是最优异的哦。好，那以上就是美债券 ETF 在7月份的一个规模推荐以及配息绩效的排名榜。那关于以上这些表格，我都会放在下方的资讯栏以及置顶留言栏当中。如果你想要持续学习投资理财，并且觉得 Kevin 的内容也不错的话呢，可以免费下载，不用填写任何的资料哦。好，那接下来 Kevin 就来跟大家分享我频道的一个近况。那我的频道呢，在2024年6月份的时候呢，其实就有被停止过一次。那一次呢，主要就是因为我频道的管理员他的 Google 账号被盗了，那骇客呢就使用他的 Google 账号呢，在我的频道发布了违规的影片，然后就使得我的频道呢被 YouTube 给移除。那个时候呢，我有进行申诉，那频道呢就有拿回来。但是呢，过不到1个月的时间，我的频道又因为相同的原因，然后呢被移除了。那这个原因呢，就如图显示的一样。YouTube 表示说呢 ，AI 有侦测到我的频道有发布有害与危险内容处理政策的一个内容，但是呢，大家都知道我的频道只会分享一些美股的券商以及美债券 ETF 的一些分析的报告，根本就不可能会去发布什么有害以及危险内容，所以呢，这个很明显的就是啊，我被 AI 给误封锁了。因为 AI 呢，它可能是判断了我6月份的时候呢，有发布了一些违规的影片，虽然那个时候有救回来了，但是呢，之后 AI 又去爬虫，就是爬我过去发布的影片，它在7月份的时候呢，就爬到说，我这个频道呢有发布了违规的影片，所以呢又把我给封锁了。那目前 Kevin 还是有持续的对 YouTube 去进行一个申诉，那 YouTube 官方呢也是有回信跟我讲说，现在还在调查当中。那我刚好在8月初的时候呢，有安排要去欧洲旅游。那这个欧洲旅游呢，是我在去年，在1年之前呢，我就已经有安排好的。那这个时候呢，我就想说，那我就当作是放一个长假吧。那所以呢，我才会在8月底的时候呢，才发布我的新的影片，在我的这个频道，也就是我这个新的副频道当中。那这个过程当中呢，也非常多的一个忠实观众呢，有在脸书询问我说Kevin 你的频道怎么不见了？那我真的是非常的开心，有非常多的观众呢在关心我的频道，也代表说呢，我之前提供的价值是真的有帮助到大家的。那这边的话呢，为了防止以后我的频道又被移除，或者是我任何的社群平台被移除，然后呢导致大家找不到我，所以呢，我会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个新的方法，可以让大家持续的接收到我的讯息。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而且呢，你希望每周都可以定期的拿到我的一些分析报告，以及像是今天影片的表格的话，那你可以订阅我的电子报。那我会将电子报的连结呢放在下方的留言栏当中，你可以点击订阅。这样子的话呢，不管之后社群平台发生了什么事情，像是 YouTube 倒掉了，那只要我有更新，你都可以在第一的时间接收到我的电子报，让你可以获得最新的美股的资讯，或者是美债券 ETF 的一个分析表格，以及联准会的最新动态哦。那除了电子报之外呢，你也可以追踪我的其他的社群媒体，像是我的脸书或者是我的 IG， 那我都会将他们的连结放在下方的影片的留言栏当中，那大家都可以前去订阅哦。那在这边呢 Kevin 还是要郑重的道谢，就是有非常多的忠实的粉丝在我频道被移除的这段过程当中呢，持续的私讯我，并且鼓励我。这边呢 Kevin 真的是非常的谢谢大家的一个支持。好，那我是不觉得股市真心分享价值的 Kevin， 就算未来我的频道没有回来，我依旧会在网络上分享我的价值，像是我的部落格、
FB 还有 IG 或者是电子报，你都可以持续的接收到我的最新的资讯哦。那我们下期影片见，拜拜。近况，频道近况，频道近况。